萌兰的模仿能力究竟有多强？小时候看到发姑奶爸给伙伴洗澡，萌兰也有样学样的模仿了起来。这国宝级别的推拿服，试问谁能不羡慕呢？当徐老爷锻炼萌兰下肢力量时，萌儿学得有模有样，和对方玩起了萝卜蹲的游戏。老爷蹲完萌兰蹲，萌兰蹲完老爷蹲，爷孙俩像小朋友似的玩得不亦乐乎。而当他发现时尚达人徐老爷换了新发型，萌兰立马被这酷炫的造型迷了个七荤八素，心动不如行动。Tony 兰立马做了个男神同款。该说不说，他的手艺已经到了能开店的程度。不过当徐老爷换了个锅盖发型后，萌儿看着绿色王八壳子陷入沉默，但最终还是咬咬牙扣在了头上。很难不怀疑徐老爷是故意这么做的。这天木叔拿着手机让萌兰看外面的世界，卡塔尔富豪的造型瞬间戳中萌儿的心，出不去的他便找了个相似的大轮胎顶上。而在看到大学生军训的画面后，萌儿当即扛起轮胎跟妹妹们炫耀：我萌兰也是上过大学的熊猫了。当初狂飙热播高启强一脚深入人心，模仿能力超强的萌兰立马安排同款祈祷动作，感觉高启兰下一秒就要说我想吃鱼了。此外，萌儿还跟游客学会了擦玻璃，只见游客用纸巾擦拭着玻璃上的水，萌兰看到后也学着对方的动作举起熊掌，于是游客在外面擦，萌儿在里面擦，一人一熊合力把玻璃擦得锃亮。最后学到新技能的萌兰朝游客歪嘴一笑，仿佛在说小样，这还迷不死你。看来萌儿下次破产的时候就能通过副业偿还债务了。平日里徐老爷总是拿水管朝他滋水，萌兰和对方疯玩的同时不忘拷贝下来。隔天他就把黄皮球灌满水去给小树浇水，等小树长高，萌儿就能完成越狱大计。徐老爷和奶爸经常投喂萌兰好吃的竹子，懂得报恩的萌儿也学会了反向投喂，直接透过栏杆缝隙把竹子递给老爷。走之前还反复确认对方有没有拿到，并且宠粉的萌儿还会反向投喂粉丝，放到墙角后不忘趴在玻璃上叮嘱游客，直到确定姨姨们明白了自己的心意，萌儿才一蹦三跳的回熊舍吃饭去。只能说以萌兰的智商，她不该待在北洞，应该在北大。如此聪明暖心的小熊精，难怪能获得无数猫粉的喜爱。眼前这只不拘小节的埋汰熊，就是回国半年的圆梦小王子。因为姑姑圆润生娃后退出挖煤一线，他义不容辞地继承了对方打下的江山。小卷毛的屁股都包浆了，脸上也潦草无比，像极了圆润姑姑小时候被屁崩的样子。要是欢欢看到大儿子如此邋遢，估计要连夜坐飞机回来棍棒伺候了。当初圆梦还在旅居法国时，小家伙自出生起就有一身酒红色卷毛，天生自带忧郁气场，再加上不苟言笑，妥妥的法兰西贵公子形象。当欢欢老妈想抢小卷挑的竹子时，性格稳定的他默默松开手，随后从地上捡起一根小竹子慢慢吃，乖巧懂事的形象瞬间融化姨姨们的少女心。可没曾想圆梦回国后直接解放天性，上班前先冲个澡，脸和脚丫一起洗，等浑身湿透后才满意的跑到泥地里打滚。只能说孩子洗了和没洗有什么区别。虽说小王子刚回国有些谨小慎微，但如今的他可是个实打实的社牛。每次隔壁面糕兄弟切磋武艺的时候，小王子都要在门口当吃瓜群众。即便隔壁的斗争早已结束，可没看尽兴的圆梦还沉浸在吃瓜的激动中。而吕德熊猫梦想梦圆兄弟俩回国后，就搬到了我们小王子的隔壁。每当两熊打架，他都恨不能跳过去参加。住手！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！等会回去告诉老段，其实俺也想参与。这天正在爬树的梦圆低估了自己体重，一脚踩断了树枝，吓得他赶紧抱住大树，担心有人给奶爸告状。小家伙心虚的左瞧右瞧，没曾想身后有个爱八卦的卷哥从头看到尾，最后还兴奋的兔子跳发出开心的咩咩叫。看来我们圆梦已经想好要如何争宠了，因为他的段奶爸也负责照顾梦想梦圆。再加上小卷四川话考试还没及格，只要听到梦他就以为在喊自己。有次奶爸喊梦圆回家，圆梦很自觉地回去了，走到半路还停下脚步看着对方愣了几秒，似乎在想奶爸是不是叫错名字了。这天圆梦没看到奶爸奶妈送的加餐，急得他站起来吧唧嘴提醒对方投喂，以为饲养员没看到自己又挪到跟前示意，看他猛猛又努力，奶妈急得差点说熊猫语了。可见饲养员们其实都很宠爱圆梦。这天段奶爸特地来给小王子送果果，细心的把胎胚裁干净后才放进去，还挂了不少果果用来锻炼他后肢力量。有暖心的饲养员和活泼开朗的邻居，不得不说圆梦的生活简直不要太舒心。熊猫界的狂飙女团正式出道，口号是姐妹齐心1000多斤，看看有没有你的心上熊。第一位梅兰肉肉，肉姐对外宣称体重299.99斤，最大特点就那16:9宽屏大脸，放在熊堆里一眼能认出来。而肉肉作为熊猫界赫赫有名的吃货，不是在吃就是在吃，累了歇歇在吃的路上。有时猪瘾犯了的肉姐连睡觉都睡不踏实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扒开小伙伴骄傲的头，确认对方没背着自己偷吃才放下心来。并且肉姐最喜欢淀粉含量极高的南瓜，有次听到附近卡车行驶的声音，肉姐第一反应就是把南瓜藏进怀里，生怕坏蛋会来抢走自己的最爱。可以说只要不抢肉姐的零食吃，她就是熊猫界脾气最好的小可爱。然而只要触碰到肉姐的腻子，
他就会抡圆了胳膊暴揍对方一顿。第二位北洞太后徐萌萌，身为一定做死一条蛇的美女熊。萌萌不论站着坐着都一整个珠圆玉润，就连徐老爷都忍不住上手摸闺女肚子。明明是吃素的，怎么就这么胖了？其实早在16年，萌萌体重就达到300斤，甚至还是在官方直播时上的称。这下就算萌萌想抵赖也没有办法了。第三位萌妹飞云，回眸一笑，百媚生一拳打死鲁智深。飞云长相绝美，却有着金刚芭比的身材。熊生爱好3件事：吃饭、睡觉、揍金虎。当萌妹拆家被姨姨们逮个正着的时候，飞云透过破布窟窿卖萌，试图蒙混过关，可远没有镜头下健壮身材的威慑力强。据说飞云和金虎打架胜负是3-7开，萌妹3分钟能打哭大胡子7次。虽然飞云体重狂飙，但架不住身材好，腰是腰定是定，傲人的身材瞬间迷倒一大批。第4位不老女神菲菲，因为菲菲能吃能喝还不爱运动，比自家胖闺女飞云还要肥美不少，压根就看不出腰，反倒像个秤砣。为了减肥，菲菲开始边吃饭边抬头，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多消耗些脂肪，实在累了就用手举起脚丫，另一只手却不耽误的往嘴里塞住。果然还得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。第5位重磅级选手囡囡，体重最低300斤，高则没有上限，是熊猫界现役第1胖。囡姐可以从天亮吃到天黑，再从天黑吃到天亮不知疲倦，甚至因为吃太多得了肠梗阻。好在园方及时安排专家为她手术，最后取出了8个大粪团，重达6斤。奶爸痛定思痛，决定帮囡姐减肥。没曾想，只是3分钟没吃饭的他，转头就肯吃起墙上的青苔麦菜，就连鸡笼也被他拆开来吃了。减肥日记就这样画上了并不圆满的句号。而网友们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位呢？果然，不论见过多少熊猫，最后都会爱上陈圆润女士。小狗不仅长得漂亮奶乎乎的，还很聪明，精通2脚兽语言。当有游客呼唤圆润的外号小狗时，正在玩耍的他立马坐起来看看是谁在喊，听到2脚兽还要喊，赶紧用眼神制止，心想天籁姨们给润润留点面子吧。这天吃完果果的圆润正在回味，突然听到2脚兽示意他旁边还有，他惊喜扭头，果真发现了遗漏的果果。就是说，如此软萌可爱聪明的小熊，难怪会赢得无数猫粉的心。当仔仔想要爬到假山上面玩后，保安担心熊孩子摔下来，赶紧呼唤圆润过来看自己的孩子。圆润听到后风风火火的就走了过来，一把将还在试图逃跑的仔仔薅了下来，感觉润狗狗有点虎妈带娃的风范了。要知道先前圆润无论有多困多累，却总是坚持给性子慢的花花喂奶，把才9个月就离开妈妈的花宝鸡照顾得白白胖胖可可爱爱。而当圆润给3狗4狗喂奶时，烦不胜烦的小狗直接推开熊孩子，并用手牢牢摁住想挣脱开来的仔仔，以至于小4狗愣是被逼出了白眼。而当听到导游谈及自己小时候的事，原本正在认真炫损的圆润立马停下动作，侧过头仔细听对方有没有说自己坏话。不知小狗是否会怀念曾经和哥哥姐姐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呢？虽然圆润经常跟奥利奥、淼淼一起挖煤，浑身上下造的乌漆麻黑，分外潦草，但好在每次完工，小狗都会去洗澡，小手不停往身上撩水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不过当淼淼在身旁时，小狗也会害羞，手举着一动不动，感觉它身体都紧绷着。直到淼淼走开，圆润才立马放飞自我。泡澡泡到开心的咩咩叫，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不仅如此，圆润还是个十足的小吃货。只见他一手拿窝头，一手拿苹果，然后闻闻这个闻闻那个，无法下定决心。难怪谭爷爷说钓猫时小狗最忙，最后啥也没吃到，并且圆润还会将游客的自拍杆当成钓猫，急得他直接踩在淼淼身上，示意自己准备好了。这一幕简直梦回小狗踩着奥利奥的脸眺望风景。我圆润看得远，是因为站在奥胖的脸上。只能说世界上的熊猫分为2种，一种是其他小熊，一种是圆润。